说把一碗京味炸酱面做到1楼吃面，5楼都能够闻得到香味。那么靠的就是一碗面馆绝不与人分享的秘制炸酱，还有那根根劲道的手擀面。那么接下来就将那些让炸酱面好吃的秘诀跟小窍门为你一一分享。那么首先是准备一块新鲜去皮的五花肉，用于制作炸酱，以1斤五花肉为标准，然后将五花肉进行改刀，切成1公分左右的小丁儿。那么这样吃起来既有肉的颗粒感，同时猪肉的原香会更足更浓。再准备核心辅料大葱2根，去掉葱叶子要葱白，再将葱白切成葱花备用。大葱能够给炸酱增加葱香，同时又能够去除猪肉的腥味。然后再来调配一个核心的酱料，准备丢皮具的干黄酱200克，再加入黄酒100克，将干黄酱稀释化开。干黄酱是酱香的主要来源，所以品质一定要好。将干黄酱化开过后，再加入甜面酱50克，拌匀。接着在锅里面加入无色无味的色拉油100克，这样才不会抢走酱料的酱香。再丢入八角2颗，少许的葱姜，将八角葱姜爆香，这样能够给肉提前增加一股淡淡的清香味。再加入准备好的五花肉丁，开火进行翻炒，炒出五花肉的多余水分，并且激发出肉香，炒出五花肉的多余油脂。将五花肉炒出多余水分，并且肉质大概排出1/3的油脂，再减掉八角葱姜铲渣，然后倒入切好的一半大葱葱花，继续翻炒，炒出葱香味，然后进行上酱上色，加入调好的1/3酱料，将酱料翻炒均匀，并且炒至肉上酱色，再调入剩余的一半酱料，持续的翻炒出酱香上酱色，再加入剩余的所有酱料，分3次上酱，能够让肉质层层彻底的入酱香，并且上酱色，让酱料牢牢的吸附包裹每一粒肉粒。再一次翻炒至入酱香上酱色。那么很多人可能会定义为成品，但此时肉质口感略有僵硬，同时酱料也过于生硬不柔和，所以此时咱们再加入猪骨高汤150克，从而让干瘪干硬的肉质重新吸收水分而回软，并且再一次的小火慢熬，这样能够让肉质更加的化炸，而且酱料再一次稀释过后能够变得更加柔和，从而让酱香跟酱色更加浓郁，而且吸附能力也极强。将炸酱熬至再一次油酱分离，说明多余水分已经充分挥发。再调入白砂糖10克，用于中和炸酱在熬制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微微苦味。充分拌匀，至冰糖融化过后关火，再加入剩余的所有葱花，拌匀，用油的余温来烫出葱的葱香。这样分次加入大葱，不仅能够让炸酱葱香十足，同时还能够保留大葱的甘甜。拌匀至大葱出香过后，出锅装碗。炸酱的料油尽量要多，将炸酱充分覆盖，这样能够防止氧化、发黑、风干。下一步制作手擀面，准备中筋面粉1斤，再准备食用盐3克、食用碱2克，加入温水30克，将不易融化的食用碱提前化开，这样能够分布得更加均匀，其作用也能够得到最大发挥。然后倒入面粉当中，再用230克的清水将面粉和成面絮，合成面絮过后再将其揉成面团，将面团充分的揉匀，揉至盆光、手光、面光，而且弹性十足。然后盖上盖子，自然醒发1个小时，让面团充分的吸收水分，从而最大限度的发挥筋性。再将醒好的面团揉匀，揉匀过后将面团摊开，上擀站将面团擀匀、擀薄。将面皮擀至1到2毫米的厚度即可摊开，撒上面粉翻粘。折叠起来过后，将面皮切成大小适中的面条，撒上少许面粉翻粘。再抖掉面条多余的面粉，防止抽汤。然后将手擀面开水下锅，轻轻拨散，防止粘连。水烧开，面条煮至7到8成熟的时候，淋入凉水1碗，让面条的面质遇冷过后收缩，这样煮出来的面条口感会更加劲道。再一次将水烧开过后，将面条过滤捞出装碗，淋入炸酱料油1勺，拌匀，这样能够防止面条粘连承坨。再放入准备好的配料，也就是喜欢吃点啥就放啥，然后来上一勺早已等候的不耐烦的炸酱。那么一道京味炸酱面正式制作完成。
同时，如果看到此处都还没有学会的朋友，那么一定在评论区艾特一个人，为您试上一把，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。最后尝上一口，面条劲道爽滑，再配上这满满的酱香、肉香，那么这味道就一个字形容：绝。